我们今天讲这位明末清初的重要历史人物啊，他身上具备的争议性特别大。什么争议性呢？比方说有人说呀，说这个人物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可以和岳飞相比，很了不起。还有人说这个人根本不是什么英雄，可以跟秦桧相比，是卖国贼。咱们说一个岳飞，一个秦桧，天上地下。你听说有人说某个人有争议，最多也就是说他没那么好，或者没那么坏，但他好坏基本是定的。你很少听说过哪个历史人物有争议到说他是岳飞，那个说的是秦桧。那么说这么有争议的明末清初的人物是谁呢？就是非常有名的袁崇焕。这个袁崇焕有争议呢，可能更多的观众朋友是通过金庸的武侠小说《武侠小说碧血剑》里边写了这个袁崇焕的儿子袁承志。可是金庸呢，在这个碧血剑的后记里边明确写出，说我写碧血剑，其实真正的主人公应该是袁崇焕，而非袁承志。近来鞑子不断增兵，每晚在城下饮酒作乐，歌舞叫嚣，对我军进行心理战。看来唯有尽快的和鞑子决一死战，也许尚有一线生机。那么金庸的观点呢？袁崇焕大英雄，抵抗后金，努尔哈赤，就是后来我们说大清，说这是绝对的民族英雄。你等这个后世的学者呢，里边有不少持这观点，像梁启超就认为这个袁崇焕大英雄。可是与此同时呢，我们就拿那个历史年代来说，大明崇祯年间，崇祯最后不是把袁崇焕给凌迟处死，给剐了吗？千刀万剐，叫折刑。那么那个时候北京老百姓因为千刀万剐袁崇焕就是在北京西市口下的手，这些老百姓恨袁崇焕入骨到什么程度呢？这千刀万剐把他身上刮下一片肉，这都挺残忍，老百姓站着要买，就一块肉，手指头这么大的一块肉，1000银子，老百姓买回干嘛？有生吃的，就恨你恨到这程度。因为崇祯处死袁崇焕，就说他是卖国贼，就等于给清军当带路党，要把他引进北京，灭了明朝，说老百姓恨他。那么其实袁崇焕一生这些事儿，我们要细数起来，几乎他的每一件事都会有一点争议。那么咱们为了说清袁崇焕这人，咱得从头说，这袁崇焕是哪儿的人，这也有争议。说袁崇焕祖上呢是广东东莞的，要说后来又到广西藤县了，反正这个都不是大问题，就总而言之他是南方人，两广一带的人。他的家庭出身呢是做生意的。你像现在你做生意好，一听说有钱啊，他儿子都富二代什么的，这当时不行。当时呢士农商贾这个经商的人的社会地位很低，尤其是这个明清两朝闭关锁国，不得片番下海，对经商是限制的，所以袁崇焕家里头门第不高。那么要摆脱这种情况怎么办呢？那只能是通过科举读书。这袁崇焕很认真的学习，但是他考试的天分不是太高，从23岁到35岁连考12年，最后第4次才考上进士，名列3甲第40名，就总算是有个功名了，考上了。考上了按照道理来讲呢，当年呢就得由吏部，跟我们现在说就是组织部人事部，由吏部呢主持这个事儿呢，给你派个缺，就是去当官去了。结果头一年呢，吏部因为这个人事调动等复杂原因，袁崇焕在家待1年没给派上，第2年才给派上。就是袁崇焕总共活了46年，他第36岁的时候，这袁崇焕才当上官，就是他属于大器晚成。给个什么官呢？就是知县，挺小的官，哪儿呢？福建邵武县知县。那么这段历史呢记载呢都没有什么争议，说他在邵武县呢，根据邵武县志记载呢，袁崇焕呢说有地方着火了，他带着自己的衙役啊亲自救火，在火里救出不少老百姓，而且经常呢考察民间疾苦，断了很多案子，救了很多冤狱，不白之冤让他给平了。就是当时来看袁崇焕呢就是没有争议的，是个好干部。而且史书记载说他
关心辽东兵事。什么叫辽东兵事？我们都知道这后金呐，努尔哈赤在那边总这个觊觎中原，想打过山海关，所以辽东一带呢，这个大明和后金摩擦不断。所以这时候袁崇焕虽然远在福建，却关心着北疆的战事。以你之见，当前朝廷如何对付皇太极呀？臣以为，皇太极虽然波居关外，但是小而强。我大明虽然坐拥天下，但眼下的大明是大而弱呀。一言中的。而这段历史是很清凉，就没什么争议。那么出现争议从哪儿开始呢？是后来袁崇焕3年之后调到北京，说他在福建这个知县当的好好的，怎么跑到北京来了呢？这是因为封建社会有着述职制度，就是你在任上满3年来北京一次述职汇报一下。京城到了，所以袁崇焕呢来到北京述职，下来。结果述职呢本来给他评定为好优良，照理说呢他可以回去呢再调任往上走，比方说当知府啊，当道台可能上一格。当时在北京呢有这么一位官员看上他，这官员是什么呢？是督察院御史。督察院御史呢，其实在一定程度就跟我们现在说是中共中央巡视组，到下边看的考察呀，权力不小。这个督察院御史名字叫侯群，他就认为袁崇焕是个人才，这人了不起，不能让他再到地方，得把他留到中央。所以在他这个主持和通融之下呢，袁崇焕呢成了6品官，升官了。那么所有的史书记载袁崇焕刚上任的时候全是一样的，就是袁崇焕刚到兵部就失踪了挺长时间，就说没在北京待着。他干嘛去了呢？到辽东一带考察去，就是现在辽宁锦州、山海关这一带。前面咱们说他当知县的时候就关注这块的事儿，就是他很早他对这就有兴趣，他就觉得大明最大的隐患在于山海关外的后金，努尔哈赤的后金。他去考察去了，考察回来他就又升官了。升什么官呢？山海关监军，就是到山海关管军事这些事儿了。袁督帅重返帅位，弟兄们高兴的都嗷嗷叫啊！大帅雄心万丈，弟兄们愿意跟你奋战。弟兄们，皇天在上，如果5年之内我袁崇焕平定不了辽东，将以这柄尚方宝剑自裁，以谢皇恩。平定辽东，剿灭皇太极。那么接下来他当监军，也就是说他来到了和后金对抗的第一线。那么从这一刻开始，袁崇焕的争议就开始了，他到底是个大英雄还是个卖国贼？首先第一个争议，有人说他妄言欺君。什么叫妄言欺君？就是说大话，骗皇上。他在崇祯皇帝面前说了句什么话呀？臣保证5年之内平定辽东。5年？好啊！当时崇祯一听啊，叫圣心大悦，就皇上一听乐的都不行了。哎呀，这好！咱们前一集说过崇祯吗？崇祯就是好大喜功，一听说你这样，对你期望值就高了，把皇上逗得非常开心。说这是袁崇焕的雄心壮志吗？不是，袁崇焕下来跟同僚说：“哎呀，我说这话也是聊为圣意呀。5年平定，你做得到吗？”我做不到。那为什么要夸下海口啊？以前应对的时候，在下只是想解皇上的忧虑，讨皇上的欢心，才这么说的呀。现在我倒是有些后悔了。当时史书记载说，袁崇焕一听这话叫恍然若失。什么意思呢？就别人说你这事儿你注意啊，刚明白过味儿了。就是说这一段记载说明什么呢？袁崇焕说5年平辽有点说大，就不是他真有这
雄才大略想到这儿，而是当时形势所迫，想让皇上重用他，5年平辽，把大话说出去。就这么着，袁崇焕说完也觉得这事儿不对了。有人就说你袁崇焕妄言欺君，你这说假话骗皇上。但是后来袁崇焕呢，确实是带着1万多兵丁，抵抗住了后金13万大军的攻击，浴血奋战。也就是说，袁崇焕可能一开始是逗皇上开心，但后来看皇上当真，硬着头皮上阵，但他也确实是顶住对方进去，并非贪生怕死的人。所以这个妄言欺君呢，人说不见得是袁崇焕真就不行，吹牛，但是也不是说他就是大英雄顶天立地啊！我一拍胸脯，我有把握，未出茅庐便知3分天下，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他也不见得有这么大能耐。所以这第一个争议，是否妄言欺君。第二个争议是卖粮资敌。说卖粮，袁崇焕卖给谁呢？卖给蒙古各部王公。我们都知道，咱们看康熙王朝有看是满蒙一家，就历来满和蒙之间通婚，这一家人。当时努尔哈赤的后金呢也是，他和这个今天我们看和这个内蒙古一带接壤非常近。那好，双方互相通婚，就像一家人一样，也为了结盟。但是当时一个非常重要情况就是呢，无论是后金还是蒙古，他的畜牧业很发达，养牛养马，但是农业不发达，他跟汉民族的农业水平不能比。他最缺的是什么呢？粮食。蒙古也缺粮，后金也缺粮。那么当时袁崇焕跟崇祯皇帝建议，咱们卖粮给蒙古。崇祯一听，你干嘛呀？你卖粮还是卖国呀？蒙古跟后金都一家了，你把粮给他，他们就缺粮，他要给后金怎么办？这不把咱们往死了打吗？他不成如虎添翼了吗？袁崇焕不是，后金和蒙古结盟没那么铁磁，咱要是卖给蒙古的粮食，没准蒙古就倾向于我们了，分化瓦解敌方的结盟势力。另外一个，咱卖它不是说是换钱，咱们这马匹力量不行啊，蒙古有马呀，咱跟他换马。崇祯听完也觉得不妥，但是袁崇焕一再坚持。崇祯说，那这样吧，你先按你说的办，我信任你。可有一样，这事要出了事你可得负责任，以前可没人敢这么干。袁崇焕没问题，我负责任。结果后来事实证明，这个策略大错特错。后来果不其然，蒙古把粮食一部分给了后金，而且双方结盟结得非常瓷实。结果袁崇焕在这时候吃了大亏。所以这事儿有人说袁崇焕卖国贼，早就想这个跟后金巴结。其实说的是卖国贼，这过了，他至多是决策不明，没看清形势。你要说他卖国，他把粮食直接给后金多好呢，何必还绕到蒙古走个曲线救国呢？不可能，他不必费这番事。所以说这个事儿上，袁崇焕我认为是有点看形势看得不清楚，就战略眼光不够，对当时的局势判断出现了误差。所以这是卖粮资敌，这有人说这是袁崇焕卖国贼证据，不妥，这也是个重要争议点。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袁崇焕英雄还是国贼。好，欢迎您回到中国酒魂汾酒冠名赞助播出的老梁故事会。那么第三个争议，私自议和，就说跟这个后金对抗的，袁崇焕主动提出来，咱们谈和吧，别打了。在我们印象当中，说这大英雄有一个原则，不能向恶势力低头，我得跟你一干到底啊！我就跟你拼。要是跟着恶势力低头了，那商量别打吧，这好像不能叫英雄，这算懦夫。就因为这一点，很多人说袁崇焕绝非英雄，他打着跟后金要谈和。袁大人，你要向金人提出议和。努尔哈赤刚刚死，相信金国之内一切尚未稳定，为什么不乘此良机一举歼灭金人？我们有这个能力吗？本官提出向金人议和，并不是消极退缩，相反，而是积极进取。对大明江山有百利而无一害，此话怎讲？明朝实力有多少，相信大家心中有数。加上金人3番4次侵犯大明国境，已经耗去不少国力。
这次做出议和的提议，是为了我们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加强巩固边防，做到进可攻，退可守。到那时，就不再害怕金人侵犯了。所以这也是袁崇焕当时一个策略，但是这个谋略是有代价的。你自己喘息了一下子，后金也喘息了一下，所以这个当时有人说这是袁崇焕不是什么大英雄，懦夫，还议和，害怕了。有人从这个角度理解袁崇焕，我觉得这也不是没有道理，他确实对后金的势力是比较忌惮的。那么第4个争议，这非常大了，说他擅杀大将。袁崇焕杀了谁呢？这个人叫毛文龙。毛文龙是明末一位了不起的将领，他开创了个军事重镇东江镇。东江镇是哪儿呢？就是现在朝鲜平壤一带。那个时候朝鲜什么啥，那都是中国的属国。这个毛文龙在那儿开辟个军事重镇，这个军事重镇意义非比寻常，他等于是在后金的后院安个钉子。咱们看地图你就能看到，比方说现在辽宁沈阳啊抚顺一带那是后金，你再平行的往东看平壤那一带，就那是他的后院。你如果要是往西南方向进军打进山海关的话，你后边人冲上来你就够呛了。可是呢，这么有建树的将领被袁崇焕定了12条大罪给杀了。史书叫擅杀毛文龙。什么叫擅杀？擅自，就没经过从人允许，他就把毛文龙给处死了。皇上，袁崇焕600里加急密报，说20日凌晨，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请出尚方宝剑，一举收复了皮岛。什么？这皮岛是毛文龙的驻地啊，又不是亲弟，收拾他什么？袁崇焕说，毛文龙名为大明总督，实际上暗中谋和，在朝廷与清廷之间左右逢源。他们是一伙穿着军装的匪，打着黄旗的寇。滚！毛文龙是匪寇还是官军，都由朕决定，岂能由袁崇焕说了算？再者，朕也没有下旨让他剿灭毛文龙啊。那么这个毛文龙一死啊，对于大明非常不利。你看，他本来东江那一带呢，都是大明的地盘，他这一死，他下边将领不服，后来陆续都叛变了，都投了大清了。其中最重要的一股势力呢，毛文龙当时人管他叫海上长城，他有水军，他手底下水军里头有个了不起的将领叫尚可喜。我说这名字你就想起来了，大伙儿记得康熙血三藩，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定南王耿精忠，三藩。这个尚可喜后来投了大清了，结果他在水军这方面特别厉害，打的这个大明的水师都不敢出港，这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呢，你这个东江镇这一块乱了，大清没有后顾之忧了。所以后来有个几次之变是什么意思呢？就皇太极当时带兵能绕过山海关直接攻打北。过去他不敢，因为你这么的清朝出动，道路还远，你一走一时半会儿打不完仗，人东江镇这边驻守直接袭击你的老巢。所以当时皇太极都不敢。这边可好，毛文龙一死，无后顾之忧了，撒开花的进攻吧。大帅，哎呀，安贵，这时候这样冒失做，是不是皇太极攻打京城了？大帅，大事不好了！皇太极佯作东去，暗中星夜南下，进攻北京城了。什么？大帅，大帅，我们该怎么办？大帅，传令，全军火速南下，只赶赴京城。是。这个事儿也造成了我们以前说的，说你看他怎么能绕过山海关过来呢？那必是袁崇焕给带路了。所以崇祯就信了，把袁崇焕凌迟处死。所以你想，这有时候这人呢，坑人就是坑自个儿，你害人最终害己。他把毛文龙最后弄死了，结果他也死在这上面了，而且死的比毛文龙惨多了。袁崇焕欺君背主，暗中搞什么以战毛和，私通皇太极，还要承认大清朝，是可忍。
孰不可忍？袁崇焕罪大恶极，朕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朕绝不宽容。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呢，把袁崇焕身上这些争议梳理一遍，你就会发现，袁崇焕呢，应该不是卖国贼。他如果要是卖国贼，他不可能我非跑到那儿去，我这咬牙切齿要跟这个后金打仗，他不可能这样。你要说他是英雄呢，也牵强。很多时候呢，判断事情不是很明晰，有的时候是事儿逼到头上了往前干，还有的时候呢，在人际关系各方面来讲呢，你也很难说他是个完人。所以我想，正因为是这样，这个人物才真实可信。就我们要客观看待一个历史人物，必须得是认识到人性是复杂的，他身上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这一点咱们有充分的这种心理认知。所以那种单一的把袁崇焕归为大英雄，单一把他归为卖国贼，其实还在受这种意识形态二元论的影响。咱应该更复调的看待这个有争议的袁崇焕。我们这个系列给大家讲明末清初的这些历史人物。你看咱们一说明末清初啊，大明崇祯皇帝死1644年，然后就是清兵入关，入关了呢，这就大清。关外呢是努尔哈赤、皇太极、摄政王多尔衮，进到关里呢就从顺治皇帝开始。有人说这明清衔接的够紧的，可是您可能没注意，在明清之间呢还有个政权叫大顺政权。说大顺政权谁是皇帝呢？闯王李自成。可是你看历史书上为什么明清之间没有把大顺搁到这序列呢？也就是说在皇帝这行里头啊，闯王李自成就是个临时工，还不是个正式员工呢。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人说这李自成比较亏，你看他带兵打仗打了18年，最后只当了42天皇帝，仓皇出逃，后来还不知所终，不知这人哪儿去了。咱们今天就给大伙说说历史上真实的李自成到底是什么原因最后弄到这个下场。李自成呢，其实最开始啊就是个老实巴交、安分守己的农民家庭的儿子，一直到21岁那年，他才混上个小官。李自成不是陕西米脂人吗？就近的到宁夏银川，在银川驿站当驿卒，说白了就是带个马喂个马的干这个，就最底层的公务员了。可是他倒霉，刚干了不到2年，就赶上国家政策不好。什么政策不好呢？大明崇祯年间了，财政危机，国库没多少银子了。朕的黄银还有多少啊？禀皇上，还有黄银2534180两07分3厘。这不对呀、朕继位的时候还有2000多万两呢，怎么只剩下250万两？皇上绝大部分黄银都捐给边关了，一共捐了9次，老奴这儿次次有账可查。在这种情况下，崇祯皇帝说开始裁撤公务员吧，结果精简机构，就把李自成这一族给精简下来了，下岗了。下岗了没什么事干，李自成回家种地吧。赶上那时候崇祯年间赋税非常重，李自成也没钱了，说借钱交吧，就这么借了当地一个举人呢一点钱交着赋税，再加上自己过日子生活。可没想到的是呢，借着钱他还不上，人这个举人呢就给他告了，这李自成呢就进了监狱了。进了监狱出来的时候呢，他一生气就报仇，把这举人给杀了。这个死罪啊，他知道在这挺着肯定也活不了，那索性吧，我就作一把吧，稀里哗啦就揭竿而起，我造反，反对明朝。周围有不少老百姓来投奔他，他的势力一下子就壮大起来了。有人说造反这个事儿那不是一般的事儿，掉脑的事儿，他自己身上背负人命，这等于是死活得作一把了，无所谓了，怎么还有那么多人投他呢？这我们就说啥叫时势造英雄，那个年代造成的。大明崇祯皇帝没有接一个好班子，前面几任他爷爷他爸爸他哥哥呀，把天下弄的是乱七八糟。等崇祯皇帝上来之后呢，内忧外患都来了。首先这个外患在山海关外啊，努尔哈赤的后金时刻威胁着大明朝的安全，所以大明心腹大患山海关一带的防务。
咱都知道打仗，其实是打什么呢？是打钱的。所以当时大明朝财政大部分资金都支援这个山海关一带的战事，得维持军备。结果他前几任皇上呢，当时贪官污吏横行，把国库一来二去就给弄空了。弄空了到从这上来怎么办？就得赶紧加大这个税赋。而赶倒霉呢，西北地区就李自成老家这一块连续3年大旱，这土地上颗粒无收。你说颗粒无收，税赋还这么重，这老百姓活得了活不了啊？传旨，立刻加征30万兵丁，3000万军饷。皇上，刚才议的是2000万两啊！3000万，你不是说已经征到孙子辈了吗？再征，一直要征到重孙子辈去。无论是豪门百姓、三教九流，谁敢抗税，杀无赦。有人说，那你不行，别交税了，那干脆就留着自个儿粮食自个儿吃呗，别交粮。那不行，崇祯年间实行叫保甲制度，就是一甲总共10户人家，这10户人家你要不交，你跑了，该交多少交多少，剩下那几户给你担。比方10户人家跑了5户了，该交100两银子，原来一家10两，这回剩下5家一家20两。所以要跑你还轻易跑不了，怎么不能跑呢？得组团跑，这一甲10户人家都跑，这才行。所以当时那种情况呢，就造成了官逼民反。你不跑还不行，跑还不一定有活路，官兵抓住你也是杀头。所以这个时候李自成呢，一揭竿而起，很多人就一组一组乌泱乌泱就都来了，所以李自成的势力一下大起来，大起来这就得攻城略地啊，谁抢有钱人家得活命啊，就这一弄人明朝不干了，得镇压呀，就派这个正规军来镇压。最开始谁来镇压李自成呢？著名的将领洪承畴。洪承畴能耐很大，而且正规军打游击队，打这些散兵游勇，李自成打不了的。最后李自成败走商洛山，身边就剩下10几个人了，进了山里了也不好找了。这上级一看说，看来这股残匪是剿灭了，回去吧，就把洪承畴调回去了。调回去，李自成呢还命大，也没死，得到喘息之机了。咱老营还有多少弟兄？全都到了，统共不够2000人。人虽然不多，但他们都是从血战中杀出来的弟兄，都是最棒的。大哥，自从起事以来，咱们大大小小打过几百仗，还没有遭到过这么大的损失。凤莲，你想说什么？大哥，你觉得这次咱们能突出去吗？能，不但能突出去，而且还能发展壮大，还得打进北京，夺取天下。有你李自成这句话，弟兄们就放心多了。就这么，李自成带着自己的残部呢，投奔了当时人称闯王的高迎祥。大伙儿注意，闯王不是一开始指李自成，闯王叫高迎祥，他自己自称闯将，就我是闯王手底下的大将。等后来高迎祥死了呢，没有个挑头的了，剩下这些人就公推李自成为闯王。自称你深受闯王信任，切莫意气行事。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应该挺身接过闯王大旗，推翻大明，建立新朝。全军火速转移，返回中原山区。所以李自成闯王是这么来的。后来到了1640年的时候呢，当时这个明朝山海关一线呢，这个军事压力很大，几乎是倾全国之力呢，都弄到那边去抵抗后金的进攻。这时候李自成得到喘息机会了，抓紧时间发展自己力量，由陕西打到河南。这时候李自成发现个问题，什么问题？老百姓是被什么困扰？就是纳粮交税太重。李自成挑旗提出个口号，说军田免赋，就是把地大伙分了，每家都差不多，然后不要赋税。这一下子打中了当时脉本。所以咱们翻个历史课本，不有句顺口溜吗？当时老百姓编的叫吃他娘穿他娘，早开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所以当时很多人拥护李自成，就是因为这一条。李自成一提出来，乌泱乌泱这个人就来了，就走到哪儿老百姓都归顺他。安徽刘大友率3000兄弟投奔李闯王，共商大业。河南张铁匠率15000弟兄前来敬奉李闯王。山西王子民率2营弟兄投奔李闯王，愿生死与共，推翻大明。
一下子获得民心了。李自成打到哪儿都是不要钱粮。有人说不要钱粮，他这个军队靠什么养活呢？专门劫富户劫大户。比方说把这个城攻下来了，先把官府的东西掏走，然后当地谁有钱呢冲谁开刀，他采用这个方式。那他这么干呢，有些老百姓高兴，这一下子可倒好，天塌下来了，咱从此可以不纳粮了。可是有一样的，这个军队有句话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你不管到哪儿打仗，你得备好粮食，要不这仗没法打。可是李自成这儿呢，没有稳定的钱粮来源，就是抢大户。凤阳的父老乡亲们，访王有令，开仓放粮。哎呦，开仓放粮了，快呀，快呀！上！那这样就造成了，我碰着这大户人家还有钱，我好办了；我碰不着怎么办呢？那不就等于干瓤了吗？因为以往我们看，凡是这个有准备的军队，他往往有屯田制。就是我不打仗的时候呢，这些当兵的很多我能种地，或者是什么呢？轻徭薄赋，就是老百姓也交钱粮，但交的少，他得供应军队的军饷。这样的话，他有利于你占地盘。就这时候你占地盘，老百姓如果要1分钱粮食都不纳，那完了，那是无政府主义，非乱套不可。李自成一个农民起义，他哪知道这个呀？所以当时就是痛快一天算一天，吃大户。逮着这个我打下来了，我就肥一把，逮不着我就再说。那么正是在这种情绪之下呢，投他的人越来越多，乌泱乌泱的。李自成这时候野心膨胀了，我这个大顺政权这么多人投我，这天下不就是我的了吗？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过把黄电影闯王李自成。欢迎您回到由中国酒魂汾酒冠名赞助播出的老梁故事会。要我说，这人呢就是命，也该找李自成呢成功。怎么个成功呢？当时所有的这个明朝兵力几乎都弄山海关这去，这边就空虚。如果要不是往山海关这抵抗后金，这边明朝兵力过来一样灭李自成。李自成这群人就是乌合之众。结果这一道都没受什么抵抗，李自成占了整个陕西，然后从西安这儿往东推进，就往北京城来了。这一路上没遮没挡，为什么是基本上主力部队都调到东北那边去了？臣以为当前的形势是万分紧急呀，我大明又陷入了南北两面受敌、南忧北患并治的苦境。您看，关外有东北虎，中原有中山狼，虎去狼来是趋之不绝。而臣以为，依据目前的形势，虎要恶于狼，因此朝廷应该动员全部力量去应付皇太极。至于说那些中原的反民们，可以暂时把他们放一放。朕也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时候，李自成一步一步逼近北京，这从这个陕西过山西进河北，整个京城就乱了。说大兵都在山海关那儿，怎么办？崇祯说一看不行，朕御驾亲征吧。大臣说这可不行啊，皇帝乃一国之本，岂可轻动啊？说哪位爱卿愿意替朕剿灭这个李闯贼寇啊？这时候有个大学士叫李建泰我愿意去，我愿意去。这李建泰就带兵跟闯王要交火。可是李建泰很有意思，你看那边夸下海口了，真见到闯王大兵，那阵闯王那就是几十万人乌泱乌泱往北京来啊。有句话叫兵至1万铺天盖地，兵到10万彻地连天，这人多了吓人呢，把这李建泰给吓了。结果李建泰没跟李自成打仗呢，自己人打自己人，结果烧杀掳掠一通抢，抢完了他可倒好，带着这些当兵的出来干嘛？投降李自成，给李自成领道，长驱直入，直进北京。后来的事大伙儿也知道，1644年打进北京城，崇祯皇帝一看没出路了，跑到这个故宫后头景山上上吊死了。所以李自成这时候呢进了北京城，走哪儿呢？走承天门。什么叫承天门？就我们现在看天安门。据说李自成到这儿积极开展体育运动，干啥？射箭，把弓拉开就射着承天门中间的牌匾。
李自成琢磨，我要射到正中箭，天下就是我的。结果啪一下没射到正中箭，正中箭偏下，搁射击术语这就算打个八环。旁边大臣还吹捧：“哎呦，您这是中分天下呀，您可厉害呀！”李自成这个也心里头觉得挺痛快，挺好，挺好，起码这天下就归了我了。他一开始进北京城，李自成心里也有数，就知道自己下边这些人呐，军纪松弛，基本跟土匪差不多，所以他开始下令约束大伙啊，进北京城咱不要扰民。可是他手底这些人哪是吃素的，当土匪都当惯了，进了北京城烧杀掳掠。这是吴将军的府邸，你们要干什么呀？这是干什么呀？弟兄们，这府里的银两比较多，老东西应该玩不过来，快去帮忙啊！尤其对明朝这些官僚，你给我拿钱，不拿钱我就弄死你。其实正常来讲，大伙想想，刘邦当年进了咸阳干的是什么？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他目的什么呢？不是他不恨秦朝这些人，而是如果我一进来就大搞恐怖主义，把秦朝这些官说杀都杀了，老百姓也害怕。你这会儿生慌来干嘛来了？他也害怕，所以我连这些有罪的人我都不杀，那老百姓民心安定，就更愿意归顺你。结果李自成先向明朝官员开刀，走，将军，我抓了个老东西，拿出去给我砍喽！血流成河杀的，老百姓也害怕了。而且这时候他最不该的就农民起义军的历史局限性，军纪腐败，所以李自成这个大顺政权在北京城所作所为，那比明朝政府还要残暴。但是残暴归残暴，形势判断上李自成也出现失误。当时呢，吴三桂驻守山海关，由于自己的家眷在北京，他已经被逼无奈，说我投降李自成了。可是李自成这时候没有约束住部下。吴三桂的侍妾陈圆圆说天下第一美女，被谁给霸占了呢？被李自成手底下的大将刘宗敏给霸占了。圆圆，圆圆啊，跟我走。去哪儿？跟我回老家，跟我回陕西老家，跟我回过太平的日子去。我不去。哎呀，你快走吧，清明就快要进城了，快走吧，你听话行不行？不去。快把他给我架走！是，快点儿！你们干什么？放手！姐姐，不咋啊！闪不出，给你快把门给我锁上！快！这刘宗敏就是欺男霸女这么个土匪，进到吴三桂府邸一看陈圆圆漂亮，得嘞，这归我了。李自成还不好意思说，意思我这些兄弟拼死拼活打下天下了，抢个女人算什么？你看这不就土匪思维吗？结果这个事儿惹恼了吴三桂，吴三桂把驻守山海关李自成手底下兵给杀个六百多，然后造反。移交山海关，直冲北京城。李自成一看这哪行啊，带着大兵就要到山海关剿灭吴三桂。咱们说吴三桂绝不是什么冲冠一怒为红颜，就为陈圆圆一个人，他这个事儿是他个借口。其实他真实想法吴三桂已经查得很清楚了。李自成进北京啊，干这些事儿，一看这个人兔子尾巴长不了，不是什么雄才大略的明主，两鸟择木而栖，良辰择诸而事，我吴三桂一世英雄，我不能跟这么个人。所以他为了加小性命，暂时投降李自成，一旦有机会他绝对心里头10000个不服李自成，你这等小人能干成什么大事？没有这胸襟。所以吴三桂一反，李自成派兵打他。而这个时候关外呢，大清又带着兵从奉天就沈阳这当时叫盛京嘛，一路也赶到山海关。也就是说当时中国势力最强的三股军队会师。崇祯17年4月13日，小小的一片石战场竟然聚集了80万大军，大顺军40余万，吴三桂军13万，清八旗军20余万。当时整个中国最勇猛善战的军队几乎都聚集在一片石里。
李自成的、吴三桂的、大清。这个时候吴三桂一看得站队了，我腹背受敌不干呢，所以当时吴三桂投降了摄政王多尔衮带领的清军。就这么着，两股势力合一打李自成。李自成这会儿哪有那么大战斗力，被打得稀里哗啦。李自成仓皇逃回北京。那年4月29，在武英殿上仓促搞个登基仪式，我先过把瘾吧，当会儿皇帝吧。就这么他登基当皇上，最后当了42天皇帝。1644年4月29日，大顺军进京后的第42天，李自成在风雨飘摇的紫禁城武英殿登基，接受百官朝贺。大典在匆忙草率中结束。金銮殿的龙椅他只坐了1天，因为此时吴三桂率领清军已抵达北京郊外。等清兵再打的时候，他哪扛得住啊？仓皇逃出北京，走的时候把北京城门楼子一些店都给烧了，还破坏了很多古迹。然后一路跑，清兵一路追，最后到湖北九宫山，李自成据说就死在这儿了。典籍里记载呢，有说他在山上死的，有说让村民给杀的，有说隐姓埋名当和尚的，都有。所以李自成你看，他因为当初提出均田免赋得了民心，他得天下靠的是民心，最后失天下同样是因为军纪腐败，他不约束部下，伤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由此失了民心。所以李自成一辈子的经历证明了中国古代那句话有道理，叫水可载舟，亦能覆舟。朝灭亡，民始断言，为何他才是罪魁祸首？一代皇帝富有天下，为何他还要视钱如命？贪财好色，意外风流，为何他惹来国本之争？前半生励精图治，后半生醉生梦死。大朝28载，大明万历竟成超级宅男，是什么让他成为遗臭万年的千古一帝？老梁故事会为您揭秘万历皇帝酒色财气的荒诞人生。